过来看一下豆芽有没有下蛋。来，起来，让我看一下。哎，还真下了一枚呢，已经爆浆了。回去洗干净，丢在孵化器。在池塘里面发现盟主送我那一只鸭子也下蛋了。这一个个的下蛋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害得我每天都要到处找。拿了你的蛋，不要生气啊！过段时间还你一只小鸭子。前段时间不是孵化了3枚鸭蛋吗？有一枚没受精，有一枚弱精，有一枚正常的，中途的时候停止发育的。主要是年前那一段时间太忙了，忘了给孵化器加水，尴尬了。现在鸭子大量产蛋，开始孵化，把豆芽丢到池塘里面，和隔壁的鸭子培养一下感情。别这一次孵化的又是3号的孩子。孵化到第7天开始照蛋，已经有一枚受精了，这一枚也是受精蛋，血丝很明显，正常发育。孵化到第23天的时候，这只小鸭子已经把内膜给顶破了，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转肺呼吸。起嘴之后，我们也可以选择辅助它一下，提高成活率，但是我决定等待12小时之后再进行辅助，看它自己有没有着壳。第24天还是没有着壳，安全起见，给它开个孔，让它好呼吸，以免憋死了。开孔的位置在它嘴上方，把孔稍微开大一点，看到它的嘴巴就可以了。嘴巴已经露出来了，我刚刚还听到它在里面叫，现在应该还没有吸收好。过几个小时我们再看。又过了几个小时，把孔给它开大一点，顺便照一下蛋壳里面的情况。这4周都已经空了，来吧，我们继续剥蛋。哎呀，剥多了一点点，不过这种情况很正常，问题不大。我们放在孵化器继续等待。孵化科尔鸭的第25天，我又给它剥了不少，这一次已经吸收差不多了，没有流血。预计正常情况今天就会顺利出壳。看样子应该是一只小黄鸭，基本上已经全部吸收好了，现在就等它自己出来。孵化器里面剩下6枚蛋，有1枚比它晚2天，有3枚蛋是别人送的混养异色的，不知道能孵出啥，不过还早嘞，放进去没多久。哎，这个小家伙自己把头伸出来了，看来要不了多久它就能彻底出壳。给它做一个小棉被，这样躺着会舒服一点。好像已经出壳了哦，赶紧过来看一下。的确是出来了，有一只脚还在蛋壳里面，吸收的还不错哦。不过这个小鸭子现在看起来好丑啊。这是一只白色的科尔鸭，不过身上有几根杂毛，反正不是3号的孩子。放到保温箱，等它羽毛干了我们再看。另外1枚蛋已经孵化了23天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小鸭子也起嘴了，这个嘴巴特别明显，刚还动了一下。我在它嘴巴上方给它开了一个小孔，让它呼吸。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出生的这一只小鸭子，羽毛已经快干了，但是还站不起来，因为出壳的时候它们也消耗了很多的体力。现在就让它好好休息。又过2个小时，这个羽毛已经干了，有一边眼睛这里因为剥蛋壳的时候流了一点血，问题不大，过几天洗个澡就好了。我还说带它出来晒个太阳嘞，没想到刚刚出来太阳就躲起来了，还是待在保温箱吧。等你的兄弟出生了，过几天带你和你的兄弟去认亲。兄弟们，我的另外一只科尔鸭今天已经孵化到第25天，预计最迟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就会顺利出壳。今天我准备把他的哥哥带出来见一下他的父母抠仔和豆芽。他的爸爸这一会儿在池塘里面游泳，所以说先带他去见豆芽。豆芽刚刚好像去臭水沟了。哎呀，已经看到孩子他妈了，我觉得还是不要见比较好啊，以防以后这小鸭子天天跟着去臭水沟。你看你妈妈多重视你，为了见你还专门去臭水沟化了个妆，这个妆真的化的是一言难尽哦。
以后你可不要学它哦。走吧，我带你去见你的爸爸，这不是你亲妈啊，不要相认。他的爸爸此时此刻正在池塘里面，我相信他看到我之后一定会很激动，想咬我。哎呀，这个水上漂轻功十分到位，马上就要过来咬我了。为了小鸭子的身心健康，还是不要见面的。刚这个家伙想咬我，然后卡在那里的，过不来了吧？还好我跑得够快。算了吧，我们还是说一下第二枚蛋的情况。第二枚蛋昨天，也就是孵化到24天的时候，我给它开了一个孔，让它呼吸，以防憋死。我照了一下，还没有吸收好，所以暂时就不要播。第25天早上的时候，我发现它沿着我给它开的这个孔旁边，又啄了一个孔。又过2个小时，我发现破壳的范围更大了。然后还有一小半，还有血丝。这个时候它自己在破壳，我们暂时就不用管它。到了下午接近4点钟的时候，我发现它啄壳的这个进度明显缓慢。我照了一下，里面已经全部吸收好了，能看到的范围没有任何血丝，所以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辅助一下，以防它自己啄壳啄不开，把自己给累死了。关于辅助这个事情，一般也就科尔鸭需要辅助，其他的蛋基本上不用管，它们会自己出壳。一般辅助的时间自己把握，基本上都是在24天、25天居多。根据自己的温度高，它们可能出壳早一点，发育比较快；温度低，发育迟缓，就比较慢个1-2天，都属于正常的。目前没有任何血丝。基本上已经全部吸收好了，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剥壳，但是我们一定要细心观察。好了，辅助到这一步，基本上就不用管它了，没有任何血丝，基本上已经吸收完了。现在它这个头，我估计1分钟之内就会自己出来。最近我们这里的温度还算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孵化科尔鸭25天出壳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这个头已经自己出来了，我还观察一下蛋壳，里面好像已经没有蛋黄了，说明已经吸收完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碰它了，让它自己出来。这第一眼看到我，以后肯定很亲人呐。不过想要亲人，还是要多互动。现在把它放到孵化器，等它出来吧。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完美。这和昨天那只小鸭子不能说有点像，只能说一模一样。现在把它放到保温箱，等它羽毛干了我们再看。羽毛已经干了，看一下它们2个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就错2天的时间，差距这么大。然后因为破壳消耗大量体力，也挺累的，在睡觉。这个鸭子还不停地啄它，等一会儿要给它们分开放。本来刚出壳就很弱，再被欺负就有点危险。然后这3枚蛋送同城的一个老乡，他也想孵化科尔鸭，等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把2只小科尔鸭带出来玩一下，出生也就相差2天。这个块头差距还是挺大的。右边的这一只是出生稍微早一点的，它特别喜欢啄这一只小的，所以就给它们分开了。而且这个小子从小就喜欢咬我的手，基因很强大哦。哎呦，这家伙突然飞过来，把小鸭子都给吓掉地上去了。它是专门飞过来啄小鸭子的，还好我挡着在，没啄到。只要是我把小鸭子给拿出来，它马上就飞过来了，放到桶里面，以它的海拔够不到。然后它就抱着这个桶一直在转圈圈，它偶尔还会踮着脚看一下，确认小鸭子就在里面。但是它智商明显不够，它只知道转圈圈，看一下哪里有门，已经转了几10圈了。哎，就算不是你的孩子，也没必要咬它们呐，嫉妒心这么强干嘛呢？看我再试一下啊！小鸭子拿出来，3号在菜地，它看到之后马上就冲过来了，而且速度特别快。就这样，你还想咬它？哎呦！哎呀，这小子这一口咬的可真准，咬在我的伤口上面。温柔一点啊，以后还指望你罩着它了，这见面就咬。
不过现在肯定不能放在一起，差距太大了，放在一起会把它咬死的。现在他们两个还住在保温箱嘞，等过几天天气好一点，它们稍微大一点，带它们出去游泳。这一只出壳的时候，眼睛上的毛不是被粘住了吗？本来我还说过几天给它洗干净，结果这2天它自己在喝水盆里面自己解决的，洗得非常干净，现在完全看不出来了。好了，它们现在还小，先放回保温箱，等大一点，温度高一点，带它们出来玩。又开始了，见面就欺负这一只小一点的鸭子，还是要把它们给隔离。来，小伙子，跑快点，过来跟你说点事儿。这家伙现在真的是到处跑，跑到别人家门口去了，女朋友都跟别人跑了，还在跑。你别急啊，这不还有鸭蛋吗？总有一个我相信是你亲生的啊，到时候有的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我一大早出门，到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了。这只科尔鸭第24天，我就给它开了个孔，到现在已经进入第26天了，它自己完全没有着壳的意思，已经全部吸收好了，所以说我给它剥出来。这一只好像没有任何杂毛哦，先放到保温箱里面，等明天羽毛干了，我们再确认一下。这是它的2个兄弟，这一只已经出生第6天了。这一只已经出生第8天了，块头一个比一个大。现在我也要睡觉了，早上起来我们再看看。半夜出生的那一只小科尔鸭，羽毛已经全部干了，身上没有任何杂毛，毛茸茸的，看起来特别可爱。给他们3个来一个合照，左边的是大哥，右边的是小弟，块头也是一个比一个小。鸭子成长的速度特别快，一天一个样。这样一看，是不是觉得它们和普通鸭子好像也没啥区别啊？科尔鸭它的嘴巴是比较短的，脖子也短，腿也短，这是它们和普通鸭子的区别。而且蛋壳比较硬，所以说每一次我们都要人工辅助，成活率是比较高的。除了科尔鸭，孵化其他的蛋没有特殊情况，基本上是不需要辅助的。就拿这一只出生第8天的科尔鸭来说，你就这样看，和普通鸭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现在去别人家借一只普通的小鸭子，这个季节养小鸡小鸭特别多，别人买的小鸭子特别便宜，这一种已经死了好几个了。我们随便抓一只回去，这个大小也差不多10天这个样子，随便抓了一只，就这样放在一起，好像也看不出有啥区别哦。这样看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区别的。它的这个嘴巴和成年的科尔鸭嘴巴是差不多长的，它们2个大小差不多，但是普通的这一只鸭子脖子明显长了很多。这样一对比，是不是差距就出来了？我们做这个比较，不是说它品种的高低贵贱，还是我之前说那句话，只要自己喜欢，不要去用价格、品种去衡量它。只不过是每一次我辅助科尔鸭出壳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我手贱呐、拔苗助长啊，它们28天自己会出来呀、根本不用管呐、之类的。我们也只是为了提高它们的成活率，因为它们有先天的缺陷。所以说必须要辅助，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特别是 S 级的科尔鸭，像宠物级的，有一部分你不用辅助自己能出壳，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现在把这只鸭子给别人还回去，它找不到自己的小兄弟，很慌啊。我之前用旧手机换的鸭子和这一群是一个品种，我已经把它送给邻居，别人养在山上了。这家伙天天欺负几只科尔鸭，几只鸭子现在根本就不是他对手，而且动不动还想和母鸭子交配，所以说我把它送给邻居，邻居养到山上去的，也挺好的。还有这个家伙，我今天发现他左边的眼睛好像是有点问题，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啊，有问题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都是小问题。晚一点我们再观察一下。最近我家2只鸭子产蛋量有点高哦，孵化器里面还孵着在，这鸭窝里面随时都有惊喜。赶紧让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下蛋，这不又下了吗？而且这个鸭窝被2只母鸭子加工的还像那么回事儿。最近它们自己在孵蛋呢，那就让它们自己试一下吧。现在只要是我一靠近，它都在警告我不要动它的蛋。
而且这鸭子已经孵蛋孵了好几天了，身上脏兮兮的，也没有出去游泳。而且它有的时候孵蛋会把这些草全部盖到自己身上，隐蔽工作做得相当到位。这只母鸭子靠谱。又过2天，我再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新蛋。你小子是不是该去洗个澡了？这身上太脏了。啊，这不又下了一枚吗？就让它自己孵化吧。它这个窝搞得还可以哦，相当到位。这个豆芽有的时候也是搞笑，它偶尔会飞过来和这只鸭子抢窝，但是每次就躺个1个小时就飞走了。看一下它们每天自己是怎么出来的哦，根本就限制不了它们，有翅膀就是好。这2只公鸭子每天跑的是最积极的。看那个豆芽，我还特意给它准备了一个窝，它就是不进去，每天都在抢窝。给它们送一点补品，每天饲料、面包虫、菜叶。生孩子期间营养要喂均衡一点，有时间我给你们熬个脑芽汤喝一下，补补身体。他们的保密工作做的是真好啊，出门的时候还把鸭蛋给盖起来，又增加了1颗，3颗了。你小子在这里看啥呀？我在这里看个鸭蛋，它就在上面伸着个脑袋一直往下看，还挺好奇的。你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孩子啊？已经盖起来了。又过了好几天，我来看一下鸭蛋啥情况了。这个豆芽已经把主位给霸占了，那只孵蛋的鸭子就走到墙角去了。让一下，我来看一下鸭蛋啥情况了。哎，有4颗蛋了，你也让一下。哎呦，速真快哟！这几天不看已经有5枚鸭蛋了，已经有5颗鸭蛋了。过几天我照一下受精的情况。今天来看一下这些鸭蛋受精的情况。这个豆芽总算是开窍了，到这个窝里面来了。我刚刚检测了一下，有3枚蛋是受精的，有1枚属于弱精，估计中途会停止发育，有2枚是正常的。这2枚蛋没有受精，可以丢了。好了，以后我们定期检查，等待科尔鸭自己孵化出自己的孩子。这家伙自从孵蛋之后也不洗澡了，脏得很，每次把它丢出去玩个半个小时就赶紧回来了，挺负责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感觉小鸭子就快出壳了。这个豆芽最近天天和那一只孵蛋的鸭子抢窝，它自己窝里面的草都已经被它给搬空了。那一只孵蛋的鸭子吃了点东西已经回来了，它马上就要开始抢蛋了，最近天天都在抢。看一下，已经拐了1枚蛋放到自己肚子下面了。豆芽马上就会把蛋给拐回去。他们俩最近天天都是这个操作，都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呢，特有意思。现在豆芽抢了1颗蛋，另外一只鸭子抢了2枚蛋，他们都在分开孵化。不过豆芽就是个打酱油的，也就这几天稍微积极一点。你赶紧让一下吧，蛋还是让另外一只鸭子孵化比较靠谱。这一只鸭子已经脏得没办法看了，应该孵化了差不多有20天，没有出门了。好了，你们安心孵化，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去看小鸡打架。我养的这几只小鸡现在天天都在打架，特别有意思。我准备养3只，剩下3只都送人，有点舍不得啊，但是不想养那么多。这6只小鸡应该是3只母的，3只公的，到时候再说吧，暂时先养着。科尔鸭孵化小鸭子的第24天，早上我还说来辅助一下，结果我发现这只小鸭子已经自己顶壳了，还有2颗蛋，估计也就18天左右的样子，还早。今天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豆芽，今天居然下池塘洗了个澡，现在干净了不少。你就不要去孵蛋了啊，你纯属是打酱油的。又过2个小时，我过来看一下。你把蛋给埋起来干啥呀？准备去逛街吗？着壳的地方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就不用辅助了啊，静静的等待它出壳。到了下午时间段，这个壳破了这么大一个洞，而且这是用外力从外面着的，应该是母鸭子进行的辅助。这个豆芽又过来抢窝了，正好让那一只母鸭子出去洗个澡，你来换班吧。
看样子今天是不能顺利出壳了，要等到25天。我们明天早上再看。这个跨度有点大哦。昨天还说小鸭子没出壳，今天过来一看，直接出来了。这可能是刚出壳没多久，看起来身上还是湿湿的。这个鸭子昨天洗了个澡，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干净多了？听说坐月子不能洗澡哦，有没有这个说法呀？实在不行，明天就给你熬个老鸭汤喝一下，补补身子。来，让一下，我再看一下小鸭鸭。这一只母鸭子以前还挺怕人的，之前孵蛋的时候，我只要手一摸它就跑了。现在小鸭子出壳了，它护孩子护得紧呢，直接把小鸭子给掏出来。这毛茸茸的，羽毛还没干呢，是一只小黄鸭，挺可爱的。这2颗蛋不行了，明天让豆芽孵化一下，让它也体验一下孵蛋的快乐。让这一只母鸭子休息一下，也孵蛋孵了20多天了，挺辛苦的。现在是下午时间段了，我估计小鸭子的羽毛肯定已经干了。来，让我看一下你的娃。哎呦，毛茸茸的小家伙，羽毛已经干了，好可爱呀，这小鸭子。给它放到地上，它就拼命的往鸭妈妈那里钻，但是太小了上不去，给你放上去。它自己孵化的就是好，也不咬小鸭子。我孵化的小鸭子往这边一带，它们就一起追着咬。给小鸭子带一点小鸡饲料吃一下。这母鸭子也不带它去吃饭，难道还要我当保姆吗？再搞点水给小鸭子喝一下，这还不如我自己孵化嘞。再来搞一口饭吃。哎，你爬到我手上干啥呀？想跟我走啊？那是不可能的。还是还给鸭妈妈，让它自己带。我相信这个母鸭子还是挺靠谱的。不到一会儿的时间，这只小鸭子就钻到母鸭子的翅膀下面去了，在这里特别有意思。它还把脑袋从翅膀缝里面伸出来，这个样子太可爱了。好好带孩子哦。都说科尔鸭不会自己孵蛋，你这不就证明了吗？孵蛋你是专业的。有时间我就过来看一下。小鸭子还小，以防出意外。好了，先不打扰它们了。今天的温度很高，所以说带一只小黄鸭去河里面游个泳。这一只天天黏着喜鹊，也不知道和我亲不亲。等一会儿我们路上试一下啊。狗子要跟着我们哦，保护小鸭子的安全，以防有其他的猫狗还有猛禽之类的。路上还真遇到了一只橘猫，这只橘猫好像喜欢抓鸟，我们要小心一点。上一次这狗子追它把狗子暴揍了一顿，现在狗子都不敢靠近它。这狗子其实是比较胆小的，你这个牙齿真的是白长了。所以说咯，你要跟我搞好关系哦，不然的话我们就没人保护你。先测试一下，看这个鸭子亲不亲人，从来没有试过哦。好像追我追的还挺紧的，天生有亲人的体质啊，不错。哎，你怎么半路就躺下了？我在这里嘞，上来。又测试了一下，没想到它跑着跑着掉到沟里面去了。本来是一只小黄鸭，现在成了异色的科尔鸭了。不过还是相当可以的，从小就知道跟着我。赶紧把它带到河里面去洗一下。最近这个钓鱼佬挺少的，这河边的路都没有了。就这里吧，水看起来有点脏。不过也没得选咯，看一下这个鸭子有没有涡轮增压的潜质。就这个速度不行，这个发动机不好，废了。而且游了2圈，身上的羽毛全部都打湿了。本来很可爱的小鸭子，现在成了一个丑八怪的。不过今天的温度高，一会儿羽毛就干了。晒了10多分钟，羽毛就干了，好热啊！找一个没太阳的地方休息一会儿。躺在狗子的背上有安全感吧？狗子都不反抗，踩在狗头上试一下，好像狗子也没啥意见，就是不能动，只要一动的话，小鸭子就滑下来了。这是和狗子待出感情了是吧？就一会儿的时间，它就粘上狗子了。反正不是啥好事，因为狗子和猫玩的时候，动不动喜欢拿屁股坐它们。
这要一屁股坐下去，那不直接成了标本了？想想都有趣。所以说，你最好不要和他产生友谊，这是在拿命交朋友啊，风险太大了，不划算。走吧，我们回家。回家的时候，狗子在前面带路，这只小鸭子就在后面一直追，也不知道是追我还是追狗，还是躺在我手上比较安全，羽毛已经干了。走了，回家去，狗子都已经跑了。我刚刚在家里面听到母鸭子一直在叫，我就知道小鸭子肯定遇到危险了。出来一看，小3号又掉到坑里面去了。自从这一只母鸭子孵化了3只小鸭子之后，天天都是操不完的心了。哎，这个小3号终于从坑里面爬起来了。对的，前几天有粉丝问这只母鸭子母性这么好，如果你给它个乒乓球，它会当蛋孵化吗？正好早上我出去打球去的，等一会儿母鸭子带着孩子回家之后，我们试一下。他们一家小4口已经回家睡午觉了。这个时候把乒乓球放进去，看，母鸭子以为又有任务了，马上就过来了。来，组织上又给你安排任务了，这搞得还挺认真的哦。这个全能孵化器又要开始启动了吗？再试一次。这我怎么感觉只要是圆的，万物皆可孵化呀？来，再给你送点材料。这搞得还挺认真的，只要你给它送点材料，它就把窝给加固一下。我们再给它换一个试一下啊，这个就不像鸭蛋了吧？这么大，颜色也不一样。这一次没兴趣了吧？哎，看来是我们低估了它孵化的决心呢。虽然说它孵化的很认真，但是我们就不要太认真了啊，也就测试一下，然后就把这2个球拿走了。现在天气热，也不能让它一直孵化。这真的是孵化一旦上瘾，它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孵化。还有就是这个小黄鸭越长越离谱，这个嘴巴比母鸭子都要长了。我现在都严重怀疑它是不是纯种科尔鸭了。3只小鸭子的出生时间也就错了几天而已，它的成长速度快得离谱。等长大了我们再看吧。走，我去摘点樱桃吃去。我们家的这一棵今年樱桃还挺多的，结果都被鸟吃了。等一会儿去邻居家摘，他们家的樱桃特别多。我出来溜达一圈，又有几只跟屁虫在后面跟着。这只小鸭子跟过来，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本来我以为它跟着跟着会自己回去的，没想到直接跟到这里来了。这只鸭子还挺好看的，不是纯白的，身上带一点花色，我还蛮喜欢它的。这里还有2个大神也跟着在。这个猫最近老是跟着我，有什么企图吗？我劝你以后不要跟着我，免得别人都以为我和你家的主人就是同一个人扮演的，很难解释清楚。我觉得有可能是我对它太温柔了。另外一只橘猫看到我之后非常害怕，那一只猫3-5米远看到我就跑了。这一只很奇怪，看来遭遇我的毒打太少了。我现在每天早晚出来一趟，主要是看一下能不能捡到鸟。最近不是陆陆续续的开始收割油菜了吗？每年在油菜地里面筑巢的小型鸟特别多，所以说我早晚过来看一下别人收割油菜的时候有没有小鸟被别人丢在这里。已经找2天了，啥都没有。刚刚我仔细找了一下，这一块也就几家油菜收割了，多数还是好好的，所以说看来是没戏的。哎呦，感觉要下暴雨了。这几只科尔鸭我都没怎么管过它们，没想到这一只还这么粘人。来测试一下。哎，狗子还是第一个追过来的，小鸭子貌似成了最后一名。嘿嘿，终于追上来了。这小鸭子追我追得还挺积极的。这只鸭子已经成功掌握了如何才能长期留下来的诀窍了，说不定以后还咬人。那就看你回家的时候能不能追上我喽。走吧，回去了。路上等一下它，这2条腿都跑不过。我忘了，我也是2条腿一样的。
这小鸭子挺有前途的，继续走。刚从这边经过的时候，有一只红嘴蓝雀攻击了布丁，在这里，而且他们都在报警。狗子刚刚就在这个位置被袭击的。这一片竹林每年都会有红嘴蓝雀在这里做窝，可能有幼崽。这家伙刚刚还想攻击我嘞，我估计是有小蓝雀掉到这一片地里面来了。我过来找了一下，没发现。我还说看一下什么情况，是掉到这里面来的还是受伤了？那就尊重他们自己吧。已经开始在下雨的，这个小鸭子追得还挺着急的。没有翅膀，速度是真的慢呐。每一次我都要在前面等它。我稍微跑快一点，这个鸭子在后面着急死了，可有意思了这家伙。这是差不多都知道路了，也不等我了是吧？我还在这里嘞，还算你有良心。走了，下大雨了，我们赶紧回去。